职场资本，技能胜过激情。是什么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在上一章中，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张：假如你想爱上自己的事业，就要摒弃激情思维，世界能给我带来什么？转而采用工匠思维，我能给世界带来什么？要对这个策略产生论述，首先要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什么成就了一份伟大的事业？通过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我们可以理解得更为具体。在规则一中，我列举了一些例子，其中涉及人们都拥有的伟大事业，并热爱他们的事业，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有用的东西。这些人是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电台主持人埃拉·格拉斯以及冲浪板制作大师阿尔·梅里克。仍以他们三位为例，我现在要问的是，这三份事业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让它如此有吸引力？下面我给出了他们的回答。成就大事的特质：创造力。格拉斯不断拓展着广播领域的界限，这个过程中得了很多奖。影响力。从苹果2型到 iPhone 一系列的产品，乔布斯改变了数字时代的生活方式。自主力。没有人告诉梅里克几点起床，该穿什么，他不会朝九晚五地出现在办公室里。相反，他的冲浪板工厂离圣芭芭拉海滩只隔着一个街区。梅里克经常去海滩冲浪。据伯顿滑雪公司的创始人杰克·伯顿·卡彭特回忆，这两家公司的合并谈判就是他和梅里克站在人群中等待海浪时进行的。这个总结并不全面，但是你如果仔细想想自己的幻想中的完美工作，可能就会在其中发现这几项特质某种组合。于是，我们要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何在自己职业生涯中获得这些特质？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首先注意到，这几项因素是稀缺的。大部分工作在工作内容和方式上不会赋予员工很大的创造力、影响力或者自主力。比方说，作为一名从事初级工作的刚毕业的大学生，你更有可能听到的是去换桶水，而不是去改变世界。根据定义，我们知道这些特质也是宝贵的，因为它是成就大事的关键。在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些已知的知识点。经济学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获得某些既稀缺又宝贵的东西，就需要提供同样稀缺而宝贵的东西作为交换。这就是经济学上最基础的供给与需求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如果你想成就一番大事，就需要提供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交换。当然了，假如这种推论成立，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它在这3个案例中也是成立的，而结果也的确如此。在搞清楚了要寻找什么之后，那些吸引人的职业按照这种交易的方式解读起来，也就突然清晰了。让我们来看看乔布斯的经历。当乔布斯走进保罗·特雷尔的字节商店时，他手上拿着的东西的确是稀缺而宝贵的。当时新兴的电脑市场上比较先进的个人电脑之一，苹果1型的电路板，售出100块原创的电路板所能得到的资金会让乔布斯对自己的职业拥有更多的自主力。但是，用古典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为了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多的价值的特质，他需要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正是这一刻起，乔布斯的事业开始迅速腾飞。他接受了马克库拉的25万美元资金，并且与史蒂夫沃茨尼克一起设计了一种新型的电脑，而这款产品无疑优秀到了不能被忽视的地步。在旧金山湾区佳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圈子里，在技术上与乔布斯和沃兹尼克水平相当的工程师大有人在，但乔布斯的眼光独到，他接受了投资，并且在技术上集中精力生产一种组装完整的产品，结果就有了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的苹果2型。它带着彩色图形显示功能，显示器和键盘被整合进机箱内，开放式架构，允许快速拓展内存和连接外设，例如由苹果2型首次引入的主流应用软区。正是这款产品让苹果公司在市场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并把乔布斯从一个小打小闹的创业者推上了领导一家梦幻公司的宝座。他产出了某种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作为交换，他的事业被注入了创造力、影响力和自主力。电台主持人格拉斯证明了自己是公共电台最出色的编辑和主持之一。在此之后，他才有机会创办了树立其个人风格的广播节目《美国生活》。格拉斯初入职场时是一名实习生，后来为面面俱到节目剪辑录音带。很多年轻人和格拉斯一开始的发展路程一样，先在一家当地的广播电台实习，然后升到一个较低制作岗位上，然后格拉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技能更稀缺、更宝贵。一旦如此，他便逐渐脱颖而出。由于他剪辑的干脆利落，所以赢得了主持一些节目的机会。虽然格拉斯的声音听起来没有一点电台应有的庄重感，但他的节目开始让他获奖，这其中也许有他天生的编辑才能发挥作用。但请回想一下，规则1里曾提到，格拉斯强调的是努力培养技能的重要性。对于从事创作的人来说，你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但还存在某种差距，你做的东西还不是那么好，对吧？你努力想做好，但是没有那么棒。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道，关键是要强迫自己去完成工作，强迫技能形成，这是最难的阶段。他在寻路之旅的采访视频中如此阐述，换句话说，他的故事讲的不是一个天才在大学毕业后便轻易找到一份电台工作，然后突然因某个节目而走红。对格拉斯了解的越多，你越会发现早年他确实是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被迫培养自己的技能，直到这些技能变得宝贵到无法被忽视。这种策略是有效的。在他的面面俱到录制的节目获得成功后，格拉斯被挖到芝加哥公共广播电台，与别人一起主持一系列的地方节目，这进一步提升了他的技能价值。1995年，电台经理决定推出一档形式主义的节目《美国生活》，打算在全美联播，而格拉斯便是被优先考虑的候选人之一。如今，格拉斯拥有充满创造力、影响力和自主力的事业，但是只要你仔细想一下他经历，便会发现其中的经济学原理还是很清楚的。格拉斯用自己努力获得了稀缺宝贵的技能，从而换来一份很棒的工作。在梅里克身上，我们也毫不在意地发现了类似的经历。作为一名专业的冲浪板制造商，梅里克的事业得以开展，依靠的也是稀缺而宝贵的技能。而且这项技能的定义非常清楚。他做的冲浪板让使用者在比赛中获胜。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梅里克曾做过几年的造船工作，并从中获得玻璃纤维成型的相关经验。另外，他断断续续地从事着冲浪这项运动，因为对冲浪有所了解。尽管如此，他还是做了大量努力，才使自己的制造技能达到了宝贵的地步。起初，你一定会担心自己失败，担心你做板子的人是个世界冠军，而你做的板子会不会好用？他在寻路之旅的采访中回忆道：“这只会让我更加努力的工作，更加努力的尝试，最终实现了我想用冲浪板实现的东西。”在离海滩一个街区的地方拥有一间办公室，还可以随时跑去冲浪。这听起来很棒，但这种工作不是唾手可得的。为了拥有这份工作，梅里克意识到自己需要用稀缺而宝贵的技能去交换。一旦像凯利·斯莱特这种职业冲浪手用上了他的板子并赢得了比赛，他就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将这些故事背后的经济原理称为成就大事的职场资本理论，其主要观点如下：成就大事的特质稀缺而宝贵。供求关系说明，假如想获取这些特质，你需要提供稀缺而宝贵的技能作为交换。这些稀缺而宝贵的技能可视为一个人的职场资本。工匠思维不断专注于让自己优秀到不能被忽视，这是一种非常适合于获取职场资本的策略。因此，如果你的目标是打造自己热爱的工作，那么工匠思维要胜过激情思维。乔布斯、格拉斯以及梅里克都采用了工匠思维，这些人甚至用这些词来描述自己。我是个工匠。在一次关于他制造早期经历的过程，梅里克这样说：从职场资本理论来看，这不是巧合。成就大事的特质要求你用某些稀缺而宝贵的东西，被我称作职场资本的技能来换取。想要尽量多地获取职场资本，你应该采用思维模式，正是不断专注于个人产出的工匠思维。归根结底，就是我为什么提倡工匠思维而不提倡激情思维的原因。我并不是在这里就激情存在或努力奋斗的价值做什么哲学上的思辨，而是一直从非常实在的角度出发。你需要让自己更优秀，从而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得到好处，而工匠思维一心想达成的正是这个目的。然而我必须承认，从这个观点出发会得到一个比较悲观的论断：激情思维对打造自己热爱的工作是无效的。不仅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它还可能起反作用，有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不要活在别人的成功模式下。2009年夏天，《纽约时报》在2天之内相继刊登了2篇文章。这2篇文章突出反映了激情思维和工匠思维之间的差异。第一篇文章的主人公叫丽萨·福伊尔。38岁的福伊尔放弃了自己在广告和营销方面的工作。他一直因为公司生活的种种约束而恼火，于是开始怀疑那份工作是不是他想要的。他说：“看着我的丈夫一步步经营起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因此，他决定尝试创业。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福伊尔参加了一个200小时的瑜伽教练培训班，并以房产作为抵押，贷款支付了$4000的学费。在拿到证书后，他开办了卡马耶尔瑜伽
专注于幼儿和孕妇的瑜伽练习。我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他对记者说，虽然他也承认在自主创业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以激情思维来看，福伊尔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那些沉迷于寻找使命的人来说，放弃舒适而追求激情，这是英勇不过的举动。以作家帕梅拉·斯利姆为例，他信奉激情思维，并且写了畅销书《跳出格子国》。在其个人网站上，斯姆利举了下面这段话作为例子，并且声称自己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对话：那么你准备好按照计划进行下去了吗？我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我有什么资格装作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教师、咨询师、按摩师？要是别人看到我的网站是嘲笑我，竟然打算出售自己的服务，那该怎么办？别人为什么要联系我？我该在你的脊梁骨上下点功夫了。在这些情形的激励下，斯利姆推出了一项电话研讨服务，叫重塑人生脊梁，目的是为了说服更多的人像丽莎·福伊尔那样拿出勇气去追随自己的梦想。课程说明里写道，斯利姆会就一些问题进行解答，比如我们为什么会陷入活在别人成功的模式下这样的境地，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拿出勇气在世上做一番大事。这项课程收费$47。重塑人生脊梁是勇气文化的一个例子。勇气文化的支持者逐渐增多的一类作家和网络评论家，他们鼓吹这样一种观点：在你和你所热爱的工作之间，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勇气。摆脱别人对成功的定义的勇气，以及追随自己梦想的勇气，放在激情思维的模式下，这种想法绝对说得通。假如真的有某种完美的工作等着我们，那么不追随这份激情就是在浪费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福伊尔的想法似乎是很勇敢的，而且早该如此。他可以在帕梅拉·斯利姆的电话研讨会上当演讲嘉宾，但是从职场资本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想法站不住脚了。一时间，塔玛幼儿瑜伽看起来是一个可怜的赌博。职场竞争力，激情思维不好的一面是它让人失去自己的长处。对于像斯利姆这样有激情拥有的人来说，投身自己职业是简单的，并且给自己带来自主力、创造力以及影响力。只要你真正动起来，就没有什么能绊住你。对于这个观点，职场资本理论并不认同。我们知道，伟大的事业并非有很大勇气就可以了，它还需要有很高的价值，而是真正的价值的技能。福伊尔放弃了他的广告职业，转而开办了一家瑜伽工作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放弃了多年来在营销行业所获取的职场资本，还转行到了一个不相关的领域，一个他几乎从来没有任何资本的领域。鉴于瑜伽的热门程度，在瑜伽从业者技能金字塔中，只要接受过1个月训练的福伊尔处于接近最底端的位置，这意味着他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让自己优秀到无法被忽视。因此，根据职场资本理论，他在自己的瑜伽职业生涯中几乎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力量。因此，对福伊尔来说，事情的发展不会顺利。不幸的是，结果正是如此。2008年，受经济衰退的影响，福伊尔的事业举步维艰。他授课的一家健身房关门了，
接着他在当地的一家公立高中带的2门课也被取消了。另外，由于经济吃紧，私教的需求也大大减少了。2009年，也就是《纽约时报》选中他做人物报道的那年，他的全年收入只有$15,000。那篇报道结尾提到，福伊尔给记者发了一条短信：我现在在食物券办公室排队，签名是发自我的 iPhone。对福伊尔的报道发表2天后，《纽约时报》又向读者们介绍了另一位营销主管乔·达菲。和福伊尔一样，达菲也从事广告行业，并且最后也对公司生活的种种约束感到恼火。我厌倦了广告代理业务，他回忆道，我想让生活简单一些，而且想把精力重新投向创作方面。达菲尔本来受的是艺术家式的训练，进入广告行业并成为一名技术绘图师，纯粹是因为他很难靠画画谋生，因此激情思维的支持者也许会鼓励达菲尔放弃这种情况，重拾艺术创作的激情。结果达菲尔属于工匠学派，他没有转身逃离自己目前的工作的桎梏，而是开始获取必须的职场技能，从而将自己从桎梏下解放出来。他专攻的是国际商标和品牌标志。随着能力的增长，他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最后，他被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法隆·麦克斯里哥特公司的招致名下。这家公司甚至允许他在其内部运营他自己的附属部门达菲设计。换句话说，他的资本给他换来了更多的主导权利。达菲在法隆·麦克埃里哥特公司工作了20年，为索尼、可口可乐这样的大公司设计商标。之后，他再一次用他的职场资本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这一次，他开办了一个属于自己的15人工作室。达菲及合伙人这一创业举动与福伊尔形成鲜明对比。达菲开办的公司凭的是足够的职场资本，因此事业立即蓬勃发展起来。他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师品牌之一，并且拥有排队等候的客户。相反，福伊尔开办自己的公司凭的只是200小时的训练以及大把的勇气。你可以猜得出来，刚退休不久的达菲热爱自己的事业，他的工作让他获得了大量的自主力和尊敬，还对世界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这取决于你怎样看待广告的重要性。不过对我来说，与福伊尔对比最鲜明的是达菲买下了达菲雪道，这是位于威斯康星州两岸的一处400平方米的休养地。达菲是个越野滑雪发烧友，在这里的林间小道有8英里长，从11月份一直到第2年3月份都适合滑雪，因此这个地方对他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这片领地上还附有3处可住人的建筑，可以轻轻松松地招待至少20名宾客。不过，在炎热的夏季，最吸引游客的是湖边的观景凉亭。那片6万平方米的湖里养着成群的鲈鱼。达菲在他45岁时买下了这片地产，比福伊尔离开广告行业转行经营瑜伽事业大不了几岁。这个相似之处令这2个故事有了些许佛罗德特式的意味。黄色的丛林里分出2条路，一个驴则选择精通之路，另外一个则受激情之光的感召。到最后，前者成为业界名人，掌控自己的职业生涯，并和家人在一处僻静的林间居所
过周末，而后者靠实物债券过活。职场竞争力，这种比较不一定是公平的。我们无法知道，假如福伊尔留在销售广告行业，并且不断投入精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他是不是就能够复制达菲的成功？但作为一个隐喻，这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问题。达菲顺利通过完成了海外出差，返回达菲雪道，滑着雪度过一个轻松的周末，而岁数相仿的佛伊尔却排着队，等候发放实物券。这个画面令人深思，它很好地说明了从零开始创业的风险和逻辑之处。与之相反的做法是获得更多职场资本，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佛伊尔和达菲在自己的工作上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大约同样的时间里，而且他们同样渴望热爱自己的事业，但是他们解决的问题的方式不同。到最后，致力于发展技能的达菲明显成了赢家。当工匠思维不再有效。在写本章前不久，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人叫约翰，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我博客的资深读者。他对自己税务咨询师的新工作感到担心。虽然他觉得这份工作有时候很有意思，但工作时间太长，而且任务也总是严格规定好的，因此想表现突出很难。除了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约翰抱怨道，我还觉得自己的工作起不到更大的作用。事实上，他还伤害了最脆弱的人群。在本章中，我们讨论的都是站在工匠思维这边去反对他的对立面。工匠思维之所以令人激动，部分在于他对于你从事的工作类型持有不可知论的立场。理论上说，成就大事的那些特质是用职场资本换来的，它们并不是来自工作和内在激情的匹配。正因如此，你不必对是不是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焦虑，因为几乎任何工作都可能发展为一份有吸引力的工作。约翰了解这个观点，而他给我写信的原因是他发觉很难将其应用到自己作为税务咨询师的工作中。虽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他想知道他是不是应该像个好工匠那样忍受这份工作，继续关注于让自己变得优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是这样对约翰说的，听起来你应该辞掉现在的工作。通过思考，我清楚地发现有些工作适合运用职场资本理论，而有些并不适合。为了帮助约翰，我最后想出了3条特征，用来排除那些不具备良好基础的工作，即你无法以它们为基础来打造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不适用工匠思维的3条特征。该工作无法让你有机会通过发展稀缺而宝贵的相关技能而与他人区别开来。你认为工作所关注的内容是无用的，或者甚至可能是对世界有害。3. 该工作迫使你与自己非常不喜欢的人一起工作。一份工作假如带有上面这几项特征的任意组合，就会使你积累和利用职场资本的努力受挫。如果满足第1条特征，技能就不可能增长。如果满足后面2条特征之一，那么即使积累足够的职场资本，你也很难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实现资本积累的目标。约翰的工作满足了前2条，因此他需要放弃。再举一个例子，在写这本书时，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计算机科学家，我收到过几封华尔街猎头的邮件，他们在为一些职位招人，这些职位提供了大量的科技发展空间，而且他们不在乎用很高的薪水来换你的时间。
差不多有3、4家华尔街公司付的薪水比其他家高。最近给我写信的一家猎头说道，这家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朋友告诉我，这些公司的起薪在20万到30万美元，然而对我来说，这些公司满足上面列举的第2条件。意识到这点，我便在收到这些工作机会时非常自信地把它们删掉了。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排除特质仍然无关乎找到一份工作是不是正好符合某种内在的激情，它们依然很笼统。因此，正确的工作胜过找到正确的工作。我们已经对工匠思维进行了了解，并用上面举出的例外情况对其稍加限制。现在该看看它的实际运用。